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芹菜别再炒着吃了，今天分享个芹菜非常好吃的做法，把芹菜切成丁，再打入4个鸡蛋，不用炒，不用蒸，出锅外酥里嫩，入味又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根芹菜和4个鸡蛋，我们先把鸡蛋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来处理芹菜。我们先用刀把芹菜的根部切下来，不要了，再把芹菜一根一根的分开。我今天用的是这种西芹，做这道美食呢，一定要选择西芹，而且西芹的营养价值会更高。掰好后，再把芹菜叶子摘下来，芹菜叶子不要扔了，可以用来烙饼。全部摘好后，再把芹菜放清水中，给它好好的清洗一下，特别是根部这里会有很多的泥沙，一定要用手粗洗干净，里里外外都要给它粗洗几遍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在案板上。先把芹菜切成长段，长度约6到8厘米左右。切好后取一个小段，给它切成细丝，也不用切得太细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最后再切成芹菜丁，同样也不用切得太碎，像视频中这样的大小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半根去皮的胡萝卜，先给它切成薄片，尽量切得薄一些。再切成细丝，也是切得越细越好。最后再切成胡萝卜丁，切好后放大碗中。接着准备一个红椒，把红椒蒂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红椒对半切开，把红椒籽去掉，这样吃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辣了。再把红椒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红椒丁，切好后放大碗中。再准备一个青椒，把青椒蒂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青椒对半切开，把青椒籽去掉，这样吃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辣了。再把青椒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青椒丁，切好后放大碗中。锅中水提前烧开，把金针菇放入锅中，给它焯水2分钟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开大火烧开。这里焯水呢，可以去除金针菇的草酸。烧开后再煮1分钟，1分钟后用漏勺控水捞出，迅速放凉水中过凉。放凉后再把金针菇控水捞出，用力挤干金针菇的水分。挤干水分后，再把金针菇放在案板上，把金针菇切成小段，也不用切得太碎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几根小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后放大碗中，再准备2根火腿肠，给它切成薄片，也不用切得太薄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接着准备4个鸡蛋。芹菜的碗中1根芹菜搭配4个鸡蛋刚刚好，鸡蛋的量呢可以根据家里人的数量来定，家里人数多的话，鸡蛋就多准备几个。鸡蛋打好后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粒芹菜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。搅匀后再全部倒入胡萝卜丁的碗中。现在再来调一下味，加2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其他任何调味料都不用放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搅匀后再加1大勺普通面粉，将面粉起到粘合的作用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最后搅拌成这样粘稠的菜糊就可以了。先放一旁备用，店名称提前预热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锅盖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
油热后再倒入刚调好的菜糊，全部放进来，用铲子给它整理平整，摊成一个鸡蛋饼的形状。摊好后再盖上盖子，开上下火焖2分钟，把饼焖至定型。2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现在的饼已经定型了。然后关一下火，在表面打入1颗鸡蛋，用刷子刷均匀，整个表面呢都给它刷上一层鸡蛋液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鸡蛋液刷好后，再摆上火腿肠片，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摆放，每隔1厘米放上1块火腿肠片，全部放好后，盖上盖子，开上下火焖1分钟，把鸡蛋液焖至定型。1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现在的鸡蛋液已经凝固了，再放上2勺番茄酱，这样吃起来有酸酸甜甜的口感，会更好吃。用刷子刷均匀，整个鸡蛋饼表面呢都给它刷上一层番茄酱。番茄酱刷好后，再撒上一些芝士碎，这样吃着有浓浓的芝士奶香味儿，孩子可喜欢吃辣，芝士碎可以多放一些，这样拉丝效果会更好。芝士碎撒好后，再撒上一些黑芝麻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黑芝麻撒好后，再像我这样用铲子把饼翘起来，然后在底部淋少许清水，防止等一下把底部烙糊了。再盖上盖子焖2分钟，把芝士碎焖至融化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，哇，好香啊！看一下现在的芝士碎已经融化了，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。再利用一个大一点的盘子帮助它出锅，为了方便食用，再给它切成小块。我这里给它切成了3角块，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底部非常的酥脆，上层的芝士拉丝效果很好，而且还有一股浓浓的芹菜香味，看得我口水直流。切好之后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芹菜鸡蛋饼就做好了，看着就非常漂亮，闻起来特别香。这样烙的芹菜鸡蛋饼有菜有鸡蛋有菌类，非常的营养美味。取一块看一下，这个拉丝效果很好，像披萨一样，加了芝士碎，还有浓浓的芝士奶香味，孩子可喜欢吃了。加了番茄酱，还有酸酸甜甜的口感，吃着特别香，用来当早餐真的很不错，几分钟就可以解决全家人早餐，搭配牛奶、豆浆、粥都很棒，做法也是没有任何难度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